这个课程我们会分成6个单元，就是求财篇、求子篇、求贵篇、求寿篇、桃花篇，还有人际关系篇。那求子篇的话，就是想要生男生女生或是他自己有不孕症的问题，做试管婴儿，或想生出健康的小孩，这些都可以。那最后我们希望这个课程可以花几个小时，就可以从中获得你想要的一些阳宅风水的知识，然后进而来改善你现在的风水现状，让你的生活更加如意。好，我们接下来讲求子篇求子篇的案例经过一次流产他的老婆，然后我帮他调整床位，调整完之后就顺利生下一男生这已经很久，这个男生现在已经读大学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案主他姓曹，曹先生，这个是我一个多年的朋友应该三十几年的朋友了那他的房子我在很久之前，大概20-30年前有去过，所以我知道他的格局怎么样所以这个案子我帮他调整的时候，我并没有亲自去我只有根据他的描述然后根据这个 Google 上的地图然后我去量他的度数，就像我们做远距看宅一样远距看宅一样，跟现场看宅一样都会准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印证那因为我知道他家的格局，所以我教他怎么改那改完之后就达到他要的效果。好，那他住在台中市丰原区西四路上那我们感谢这个曹先生同意提供资讯公布于网上。他家在这边这个位置，所以他是子山五向的你看这个很标准的，几乎是向南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向南的这边上面是北，下面是南它是像这样子的，像这边的。那它是我忘记它哪一间了，我看我20-30年前没有去的，好像是这一间还是这一间我忘记了那它这个我就改这样子而已，它原本床位在这边然后子山五向收坤气，床位收坤气收坤气就会有妇女病，就会有不孕、流产之类的所以他老婆就发生这种事情那很简单，因为他这个是木板隔间的，这个是木板隔间的。那这一间以前是他妹妹睡觉的那后来他妹妹嫁出去了所以这间都没有人用，所以我就叫他这个拆掉，然后把床位往后，你看往后移这样子而已，移在这边这样子就收离气了那就孩子就顺利生产了，就这样子而已很简单好，那这个例子我们就讲到这边好，接下来我们讲求子篇的案例第2个，他做试管婴儿，然后顺利成功第2例，这个是指说我的案例里面的第2例啦。第1例是我的一个学员，第2例才是这个王小姐我们所有的案例都是真实的，本人在网络上及书上提及的阳宅风水调整案例，如果有不实都愿意负法律责任。那我们的案例你都可以到我们那个网站，然后去点选里面的阳宅案例分析，里面就会有我大概20个超过20个以上的真实阳宅调整案例，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是一个王小姐，住在桃园市那个电话比较不方便直接公开在那个网络上如果有需要求证的人可以问我再给你电话，因为我还问他要不要接人家电话那他的案例是这样子这个王小姐她结婚很多年了，然后一直生不出来那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床底下还有放这个铲子我就问她说为什么放铲子她说是人家告诉她的放铲子才会产子，我跟她讲说这没有用
就要赶快拿开哦。如果有用的话，就不会请我去了嘛。好，然后还有再看房子的中间看到有一个热水瓶，用压的那种热水瓶。哦，那个位置很奇怪，我就问他说：你这边为什么会放一个热水瓶？他说也是一个老师跟他讲的。哦，他在请我去看之前，他其实已经请过不同老师去帮他看，都没有用，包括连这个将要放热水瓶的人也没有用。我说为什么放热水瓶？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那个老师跟他讲说放热水瓶在中间那边，然后这样子压这样子。哦，说这个都没有用啊。好，那我们怎么帮他调整？很简单，也是调纳器，用三元纳器。它的坐向是这样子哈，这边是359度哈，所以这边是北，这边是南，这边是东，这边是西。那它的床本来是摆这样子，一般房间如果门开这边，它的床通常都摆这边了。结果它这样子的话，导致什么？它窗户开这边，导致它这个这边收坎气。然后这边西南嘛，收坤气，所以它的内外气刚好一个收坎，一个收坤，两个都是不孕症。哦，这难怪他会不孕啊，而且他住那么久了，这已经影响很大了。那我就帮他改这样子，都不用花钱，他这个不用额外花钱。你看，我就把他这窗户改过来而已，其他都没有动。然后窗户开这个，关这个，这个门打开，哦，那这边就收艮气。这边收离气，就这样子啊。那这个案例我记得我在帮他调整完之后，我还跟他讲说这个应该会生女生结果这真的是生女生他说老师你好，现在方便吗？我是在去年请你帮忙看房子调整床位真的很感谢老师，后来再去植入就传来好消息然后现在要请老师帮我们看剖腹产的日子，然后问我要多少时间，我说要3天。这个不是说剖腹生产要3天是我择剖腹生产日子需要3天真的超级感激老师老师太厉害了然后他说老师我们睡那个位置真的生女生，然后这个就是我帮他择那个剖腹择日的女生。然后这时间没有多久因为我记得我是在2016年1月的时候去帮他调的，就你看他的预产期在2017年2月23号所以没有很久，调完没有很久，你看就有消息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求子篇的第2个案例好，接下来我们是讲求子篇里面第1个单元。叫会损丁的路冲。好，那有关于路冲你比较详细的，你可以去看，就是求财篇那边的第1个叫做会发财的路冲那里有把路冲的定义、原理、构成要素等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这边就省略不讲那我们这边就讲说。这个路冲在什么方向的时候会怎么样第1个，路冲在北方、西南会有官司，比较明显。那路冲在东南会有桃花跟自杀，比较明显。那路冲在东方会有损丁、车祸、意外这方面比较明显那如果说要再详细的论的话可以这样子论你有兴趣的人，因为这个已经牵扯到3元纳气的了。你有详细的人可以记一下路冲在北方的话会有怎么样他的疾病很多，北方的话像耳朵、肾脏。膀胱，就是凡是只要是生殖系统跟泌尿系统的都算生殖泌尿系统这个都算还有包括像血液液体的也算血液方面还有这个不孕
哦，像什么水肿，很多啦点点点，很多还有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因为你还有像什么心脏方面的心律不整也是啊。还蛮多的好，那西南褥疮如果在西南的话，那它就是脾胃方面的，疾病还有皮肤病。还有像肥胖，还有像这个阴道方面的疾病。为什么因为这个坤它是老户，在八卦的辈分里面，西南坤卦是老户，像这个是坎卦是中南，北方它是坎卦是中南，所以阴道方面的疾病也包括不孕，还有像食欲不振、吃不下还有像坐骨神经，这些都是好，那如果是东边褥疮从东方来东方它是震卦好，那它的疾病会怎么样会属于肝胆肝病肝癌严重的肝癌、胆结石胆方面的疾病还有很多啦还有像那种神经痛，还有头痛作响。这种什么叫头痛作响？就是它跟一般头痛不一样。头痛作响就是痛然后会有好像冰的，一般台语讲说冰冰沙沙叫有没有？就是好像会发出声音，就是你感觉它好像有发出声音那种头痛。还有像甲亢甲状腺亢进，这也是。再来就是像我们刚讲的车祸、意外、斗殴这些都是还有像脚气病、手脚方面的疾病也是。再来是东南。那东南它的疾病它就比较像坐骨神经痛，或者是屁股是跟屁股骨有关的疾病像包括像痔疮也是再来像感冒，受汛气的人比较容易感冒或者腰胁痛。
或是过敏体质，或者是乳癌、乳房方面的疾病，也是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我们比较详细的来解释一下这4个方向路冲会有什么现象那你看这个里面很多就包括这个求子篇的这个也会不孕哦，巽卦也会不孕所以你看我把它整理一下你看会有不孕的有什么？北方、西南、东南，这3个都不孕，都会不孕路冲在这3个方向的都会不孕其实不止路冲啦，就是你的房子、你的床位你的座位纳到这三方向的气也都会不孕。然后你看东的话，又是损丁，因为它会生，但是会生男丁出来，但是却容易损丁，因为它会有车祸、意外、血光什么什么的所以只要是纳到衰气这4个的都不好然后前面北方、西南、东南这会直接就不孕。那如果是东边的话它虽然会生出来，但是以后它会发生事情容易损丁好，那这个我们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讲求子篇的第2个，叫做断头煞。你先看这个照片它这个它这边刚好被挡住。断头煞就是自宅旁边有2个它左右两边各有一间很高的房子比自宅高出很多的房子就像这一个这个它的自宅是这样子嘛，2楼，但它旁边有这个这2栋然后我用这个3D 图就这样子我自宅在这边，左右两边这边是左，这边是右。我们左右是从房子里面往外看出来你人站在屋子里面往外看，你的左手就是左边，就是龙边虎边这是右边，你的右手边就是虎边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2高屋中间夹着矮屋，那这间矮屋这间矮屋它就称为断头煞。那如果是你自己的自宅看到这种房子就是这样子然后旁边这种看到断头煞自宅看到这一间称为断头煞嘛自宅看到断头煞，那自宅就称为凹风煞这要搞清楚，这有的人他会刚好相反凹风煞是指看到断头煞断头煞就是你自己本身旁边有2栋很高的建筑物夹着你这个要稍微搞清楚一下好，那它的原理是2高夹1低，使矮屋造成受压迫的磁场这个你可以想象成说你在打篮球那如果说你的身高比较矮那打篮球的人他身高都很高那你这样子在打篮球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到
那种很高的人给你的那种压迫感，而且那个打篮球那个高还高不了多少呢，那这个是很高，比你自在高出很多，那自然当然就会对你造成莫大的压力，好，那它的构成条件第一个，矮屋的左右两边同时有高屋，要同时有如果只有一边则不算，如果只有一边，那就是某一边高压，比如说龙边，龙边有很高的房子，那就只有龙边高压，那龙边高压它有龙边高压的现象，这以后如果有机会会讲。那虎边高压有虎边高压的现象，这以后会如果有机会会讲。第二个是高屋越高者，矮屋的凶印就越大，因为它压迫的程度就越大。那它的凶印有什么？第一个压力大嘛，很简单，就因为它那么高把你压迫住，那你都难出头，因为你被压住，压住就难出头嘛，难出人头地。第二个就会赚钱辛苦，因为被压住啊，没有办法发展，赚钱辛苦，然后会吝啬小气，第三个家中人待不住，喜欢往外跑，因为压力大嘛，压力大都不喜欢回家嘛，第四个严重者损丁败财，所以这个要注意损丁败财。要怎么解？这个有些老师就会说要挂什么山海镇、八卦镜什么什么这些那些都没有用。这个解法就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加盖你自己的房子本身，加盖至与两旁的房屋同高。第二个搬家。就这样子而已，其他没有什么方式啊，没有什么挂什么东西啊，挂什么东西那个都没有用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好，接下来我们讲求子篇的第3个单元，叫做剪刀煞剪刀煞跟实际上的剪刀这个没有关系这只是示意图而已。剪刀煞它是这样子，长成这样子，被2条路夹起来之后，自己本身就会变得尖尖的。我们看它的定义定义就是分叉之2路，夹住自宅，形似剪刀。我画给你看有这样一条路有时候一条路过来，然后它会这样子分叉出去嘛。这个应该很常见然后它这边就会形成一个尖角，对不对？好，那在这块空地上，这个尖角这块空地上盖屋的这个就叫剪刀煞，因为就像一把剪刀嘛，剪刀不是这样子吗？就是会张开，有没有？张开这样子这个我不知道会画，就是这里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吗？这边路就是这2个嘛，所以这个叫剪刀煞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原理。因受2路所夹，导致见地形成三角尖形，三角尖形五行属火，使得自宅的磁场变成具有火的磁场。好，这个五行你们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一下，记一下了五行它是金木水火土嘛，那你有的会记得木火土金水，这样是刚好有五行相生了木火土金水。因为它这个五行相生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好，那它的形状是这样子，木的话是这样子高高长长的这一种这一种叫木形山
那火的话是这种尖形的叫火，土的话是这一种方方的方形的，跟这个不一样哦，这是长条形，木是长条形，土是方形，那金的话是圆形，大的圆形，那水的话是小波，像这种小圆形这样子，波浪这种这种形状，这个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形状是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看它的凶相会有什么第一个会患官司，这个是因为它的前面有木行煞嘛，我们刚不是画那个图出来有没有？它是这样子啊，这边有一个木行煞，然后这样子有没有？你房子如果盖这边，这边有一个路冲木行煞嘛，那木行煞就是患官司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前面有木行煞。好，第二个容易发生纠纷，口角多这个是因为见地成火行煞或者见地为火行煞也可以因为这个见地它是火行煞三角嘛，火行火的话就是容易发生纠纷，口角多第三个主车祸、血光、火灾这个也是因为见地火行煞的关系火除了就是容易纠纷、口角多之外，它也主车祸、血光，就有流血嘛，血嘛，就是火是血火灾红色的再来第四个，于尖端开门主患桃花损丁这个的意思是说，在这边开门，在这边开门的人容易患桃花还有损丁那所以如果说这种房子的话，要怎么改？我来这边画一下这边。第一个你要在屋前种树挡煞就是这边，你看这边这个就是屋前这边就是路冲过来的地方了。这边我画红色，这边你要种树挡煞，这样种这个盆栽这样太小了要种树，种高一点的树来挡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将屋前三角形的见地隔开不用像这个图就是这个地方三角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尖这个三角这个地方它也是要隔开，不要用让自己的房子变得比较平。我画平面图给你看你看比如说一个房子就剪刀差这样子过来嘛那我就是前面这个地方，这三角地方这边我不要用所以我的房子盖起来可能就是变成这样子嘛就变成会四四方方的或者盖这样子这样子这种形状 T 型的这一种至少不会尖尖的这样子嘛这个是另外一种改法这样比较不会那么凶了。第三个不要将门开在尖端的方向就是不要把门开在这个这个地方那要开在两边比如说刚刚我们画那个图出来这样子一条路冲过来这样子
哦，那我们房子盖这样子嘛，那你就开在这边或这边哦，不能开在这边。哦，这个是它的解法哦。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最好还是要搬走了哦，最好不要住这种房子哦。接下来我们讲求子篇的第4个单元，叫住宅成十字屋。哦，十字屋就是这种，它的房子哈是这样子，这种嘛，哦，十字的这样子的啊，这种，哦，这种十字的。哦，你看到这边哈，这个就是十字的，有没有？哦，只是它背面没有照出来，哦，这是十字的啊，这种。好，那这个会怎么样哈？我们先看它的定义。好，以四方形来论，此十字屋之四方缺角很大，足有官非，多病痛。就是房子最好要四四方方的啦。那你把它变成这种十字屋，虽然说它的这个采光通风变好，然后这边这个变成这样子十字屋，然后它是为了要让采光通风变好了，所以你看这边这个都变成说本来没有采光的没有通风的都变成有，但是相对的缺角也会变得很大，那它的构成条件是缺角比例越大者凶印越严重，甚至严重的会损人丁，所以像这样子你看这缺角就很大，你看这缺角它本来应该在这边缺角这边这缺角很大就像这样子。这个图是这样子这个是我助理他在帮我做图的时候他有找出一个这个蓝田屯这边这个是它危机相关的资讯你可以去看这一间就是这一间，这边有一个十字屋这一栋十字屋，这一栋发生了很多那个自杀啦或者凶杀啦就是很多命案，很多这个人死掉在这边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你可以查那个十字屋蓝田屯这样子，就你直接搜寻比较快好，那它的凶印严重的就损人丁。好，那我们来深入研究一下了这个十字屋的缺角比例到底要多大才叫做十字屋你看有的它的是这样子，它摆这样子那它缺角可能是这样子，这样缺一点点，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嘛，就是它缺一点点而已有的缺比较少有的缺比较大，所以到底要多大它大概是1/10啦。这个缺角比如说这个整个距离10，这个缺角只要大于1，那这样子它就会形成这个十字屋这个是这样来的那缺角越大但是越不好。好，那这个我们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是求子篇第5个单元叫做自宅前后有2个水池这个示意图就像这样子这个房子的前后，这边是前嘛，这边是后，那你看这边后面一个水池，然后前面一个水池，在一直线上这个会怎么样？这个就会损人丁那为什么这个前后有水池会损人丁？这个很多老师都知道，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如果这要分成两个不同的那个观点来看，第一个是以刑家，第二个是理气。我们阳宅就是分刑家跟理气嘛。刑家的话屋后有水，然后
当然这个水要多大多近，这个都要考量的啦哈。屋后有水的话，损男丁，因为我们屋后就是我们龙脉哈，那就是指男丁嘛。那你有水，它就会凹陷啊，所以会损人丁。但是还有一点是理气的问题，这理气的话，我们讲过哈，就是以目前的元运的话，要在所谓的6、7、8、9，就是西北、西、东北，还有南，这4个方位是吉的嘛。然后1、2、3、4，这4个方位是凶的哈，就是北方，然后西南、东方、东南。你的窗户门要开在这4个方位嘛。我们是以人为立基点不是以房子中心点这个是凶的。但是水的话，它是反过来水的话变成上面这边是凶的如果是水的话，我们就把它切开。如果水的话，这边是凶的，反而这边是吉的。那不管说上面吉或者下面吉啦你看你的房子前后这样子一定会符合，同时两边吉凶都有，对不对？假设我们这边是坐北朝南的，那这个水就在南边嘛，那这个水在北边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同时符合吉的跟凶的都有？吉水跟凶水都有，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嘛。因为你西北就对到东南嘛，西对到东，东北对到西南嘛，一定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吉凶都有，那吉凶都有，那就一定会有凶的现象，所以就会有损丁败财。这个是它真正的原理好，那这个我们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是求子篇第6个叫门前见没门之屋。这个其实跟求财篇的第8个门前见破屋那个是一样的意思啦。好，那你看一下图这个是门前看到这种自己做的车库这种这种也算那凶印是损小儿。好，那这个其实它有条件的啦，这个通常是要有神位看到。第一个要有神位看到，第二个就是它那个破屋没有门那个没有门的房子通常都是破屋嘛那个要离自宅很近就是它里面的晦气会跑到自宅这样子才算所以要考虑距离。这个你详细情况你可以去参考我们求财篇的第8个就是门前见破屋那一个。好，那这个我们都讲到这边好，接下来是求子篇的第7个叫做屋后有水井好，就是这样子这房子这边是它的前，这边是它的后。那你看它的房子后面有一个，这个是水井屋后有水井。好，那这个会怎么样？这个会损小儿其实是损人丁这个丁我们写丁这个这个就是指男生的意思损男生。那为什么？这以前讲过屋后为男生嘛。屋后的龙脉为就是男生嘛。所以是指男生。那你有水井，就把龙脉给弄断所以会损男丁，就这样子而已，这很简单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讲其他的
接下来我们讲求子篇的第8个单元，叫做后头来龙无气脉。哦，这个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原文是这样子啊，这是从和之经来的啊。和之经我们在那个求财篇那边稍微有讲一下嘛哈，叫做和之人家宅少人，后头来龙无气脉。好，那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宅少人要改成男丁少，因为后面来龙没有气脉的话，不会影响女生，是影响男生。那宅少人就包括男女都包括了所以要针对男生，要改成男丁少。然后后头来龙就是你屋后屋后的地方嘛。当然房子不一定会有来龙，就是只要是你屋后的地方都叫做后头来龙。好，那无气脉就是地势越来越低。就是这样子啦。比如说你的房子这样子从这边看出去这边是你的向，所以这边都是坐。然后你的地势是这样子，可能这样子低下去。就是后面越来越低，地势越来越低，这一种就会损男丁。那我翻译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知道这户人家的男丁少？只因为屋后的地势越来越低，是这样子。这个文章很简单这个条文蛮简单的啦那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讲求子篇第9个单元两边高压。好，这个其实在我们第2个单元那边吧，有一个断头煞那边有讲过所以我们这边讲多一点就还有讲其他的就是这一间，你看这个这个图这样子有没有？这个被这一栋跟这一栋是吧？2栋这么高的高压。好，那这个我是从和之章里面我取它的一段文章出来和之人家少人丁，两边高压血孤阴，神前活后主丁少，坎艮正为难不生。好，这什么意思我们解释一下两边高压就是像这样子你左右两边高压嘛两边高压的话，这种情况也会不易生儿子。再来血孤阴，这个是指木穴啦，这是指阴宅的阴宅这个我们不论了阴宅木穴的，这是阴宅木穴的看法这个我们这边先不论阳宅不用考虑再来神前活后，这个就是神前庙后，就是你的房子在庙的旁边，或者什么寺的旁边神前庙后。这一个神前庙后不行，而且你离庙越近的话越凶。这个会主少人丁，而且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出懒惰的人，还有那种什么神经错乱的，整天游手好闲的。这个我的那个初级班有讲过，初级班就有讲了啦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然后他离那个庙越近的话会越凶。那它是什么原理稍微讲一下好了这个是因为去那种庙那边拜拜的人，通常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比较不好的，他身上比较有不好气的人嘛，就比较不顺的人才会去拜拜嘛。大部分是这样子的，也不是绝对的啦。大部分都是最近运势不好，然后去拜拜身体不好或怎么样，所以那些人就会把一些那种不好的气不好的磁场带到那边庙的附近嘛。那你住在那边
所以就会受到影响嘛，是这样子来的哈。我们都是要以科学的角度来看啊。再来坎艮震为南不生，为什么他会强调坎艮震？因为坎这是中南，艮是少南。如果以八卦的那个来看是这样子啊，震的话是长南，所以这个都是男生的卦。啊，另外还有一个乾哈，乾是老户，这是八卦哈，八卦的备份里面的其中4个。啊，那为什么是为？为就是低啦，哦，低线。所以看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房子哦，坎方、艮方、震方低线，那就不会生男生哦，这个不会准，这句话不会准，哦，这句话不会准，哦，好，那我翻译一下了哈，为什么知道哦这户人家哦的人丁少？因为房屋龙虎两边有高压，哦。然后住在寺庙的旁边，还有艮方、坎方、艮方、震方这3方低线，则不容易生男生，不会生男生。好，那我再强调一次哈，这个不会准。好，那我们这个就讲到这边哈。好，接下来我们讲求子篇第10个啊，叫做龙脉缺陷。好，这个有一个观念哈，其实阳宅不用看龙脉，很多老师都不懂哦，说什么那个阳宅有什么龙脉哦，阳宅不用看龙脉，为什么哈？因为他们连龙脉是什么都不知道哦。龙脉其实是什么？龙脉其实就是这个山脉它的造山运动。啊，你看一座山哈，一座山，它火山，它有时候会从旁边这样喷发出来，啊，有时候它的旁边比较脆弱的哈，它就从旁边喷出来嘛。那喷出来之后，它就变成这样子，变成这边也有一座山，啊，可能会这样子，啊，比如说这样子，啊，这样子又有一座山，就这样子啊。就是里面我们火山里面有岩浆啊，那岩浆冲出来之后啊，会形成一座山。那这座山哦，它有岩浆它岩浆造成的嘛，所以它里面如果说还是有那个岩浆在燃烧的话，它就还会有气。啊，有时候已经没有在烧，但是还是有气。哦，那个气就是我们的龙脉之气。简单讲，龙脉之气就是因为哦，这造山运动的时候形成的。哦，好，那你想想看哦，所以它的龙脉之气都是在地底下，不是在地表上。那我们阳宅纳的气，它都是地表上的，叫地乎之气，皮乎哈，地乎嘛，地表上的。啊，地表以上的地乎之气，阴宅才是地底下的，地下的龙脉之气嘛。啊，所以两个不一样。我们阳宅盖地上，你就算你有盖那个地下室，你也把那个龙脉都阻隔起来了，因为你都会用那个水泥什么把它挖下去，用那个水泥什么砖块把它封起来了嘛。哦，所以那个都没有了。所以阳宅你不用考虑到什么龙脉了，哦，那个如果老师说哦这阳宅哦符合什么龙脉，那个都是骗人的，哦，那个都是讲好听话在骗你的哦。好，那这个叫龙脉缺陷哈，那什么叫龙脉缺陷？好，这个是在嘉义那边哈，有一个嘉南第一景好那边，哦，它是在这里，这个是大楼，那你看这边的这一排的房子，你看它的后面整个就是下去了。哦，这边是水，这边这个不知道是蓝潭还是什么潭哈，这边是水
这边整个斜坡这样子下去你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它这个是落差蛮高的你看这边是水啊，那边是路，然后这边是落差蛮高的，比如说看屋后就整个这样子斜下去这个就是龙脉龙脉有缺陷好，那它的原文我们看一下何知人家短命寿，龙脉缺陷地莫求，主山冲塞缓公忧，丙丁前者缓见愁。好，这个龙脉缺陷龙脉缺陷就是我刚画的这样子嘛，就是这之前我们讲过了就是你房子这样子往这边是你的前，这边是后。龙脉缺陷就是屋后的房子这边地可能凹下去，这样子在龙脉缺陷有缺陷有低凹处所以龙脉缺陷的地不要求。主山冲塞这个是阴宅的，这是阴宅在用的所以这个我们先不用看再来缓公忧缓公这个我们应该在其他单元会讲到，在桃花那边会讲到缓公你有空再去那边看，我们这先不讲缓公。再来丙丁前这三个方位折，这折也是低线的意思这三个方位折也是一样不好，缓见愁也是短命不过这个不会准。这跟上面讲的上一条讲的那个什么坎艮还有震这三个方位线不容易生男生那个也不会准这个也不会准。那我翻译一下为什么知道这户人家里面的人寿命不长？只因为屋后龙脉有凹陷还有它的主山阴宅主山被冲塞还有缓宫，还有丙方丁方前方低陷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